我和丈夫因为他有弱精症，决定做试管。在胚胎合成前，我竟然撞见丈夫把我的卵子换成了他白月光的。我啥也没说，悄悄把卵子换了回来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还把丈夫的精子换成了我前男友的。25年后，那白月光竟然上门来扒拉我的女儿，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。乖女儿，我才是你亲妈呀！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，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。全文一更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和女儿思思从国外考察医疗合作项目回来，一进家门我就愣住了。好家伙，家里乌泱泱一群人，那些平时连影儿都见不着的远房亲戚居然都来了。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江家在开族谱大会呢。最扎眼的就是坐在沙发中央哭哭啼啼的白雅思，我那常年不归家的好丈夫江归家正一脸心疼地搂着她，轻声细语地安慰着。我挑了下眉，把行李箱往旁边一放，看向江归家，今天啥好日子啊，这么热闹。思思跟在我身后，高冷地环抱双臂，一脸嫌弃地盯着白雅思。她大概已经猜到这女人的身份了。婆婆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难看，欲言又止，还没等江归家开口呢，白雅思就哭得梨花带雨地扑向思思。我的乖女儿，我才是你亲妈呀！思思灵活地闪开，一脸厌恶地皱起眉头，好像白雅思是啥脏东西似的。她后退一步，语气冰冷：我妈叫韩雨桐，这孩子真是我的贴心小棉袄。我握住思思的手，给她一个安抚的眼神，接着扬手就给了白雅思一巴掌。清脆的巴掌声在客厅里回荡。别乱攀亲戚！我语气冰冷，眼神跟刀子似的。江归家猛地站起来，心疼地扶起白雅思，指着我怒吼：韩雨桐，你疯了吗？居然敢打雅思！他扬起手就要打我。思思眼疾手快，上前一步，也给了江归家一巴掌。你敢打我妈？思思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江归家愣住了，又气又怒，扬起手还想打思思，白雅思却一把拉住他，假惺惺地哭道：归家，别打，那是我们的女儿啊！他这慈母的模样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江归家放下手，恶狠狠地瞪着思思，要不是看在你亲妈的份上，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。思思冷笑一声，呵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教训我。他那凌厉的眼神跟年轻时候的我简直一模一样，我心里那叫一个爽，不愧是我悉心教导出来的女儿。宗族长辈咳了咳嗓子，想压住这乱糟糟的场面。都安静点！他那浑厚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所有人慢慢安静下来，目光都聚焦在长辈身上。长辈看向江归家，归家，你把大家叫来干啥事儿？江归家深吸一口气，像是鼓足了勇气。他伸手搂住白雅思的肩膀，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。其实今天我有个重要消息要宣布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在我和思思身上。我就静静地看着他，看他能玩出啥花样。思思，她不是雨桐的亲生女儿。江归家声音不大，却像颗炸弹在客厅炸响。思思猛地转头看向我，眼里满是震惊。我示意他别慌。周围的亲戚们窃窃私语起来，就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兴奋地躁动不安。当年我们做试管婴儿的时候，江归家顿了顿，好像很难说出口。医生说雨桐的卵子质量不行，为了不让她伤心，满足她当母亲的愿望，我就换成了雅思的这混蛋干了坏事，还倒打一耙，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江归家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，好像盼着我暴跳如雷，可我却淡定得很。他只好接着演。今天我把大家叫来，就是想让大家见证他深情地看着白雅思，思思认回他的亲生母亲。周围的亲戚们顿时炸了锅。思思不是韩雨桐的女儿，那肯定得认亲生母亲啊！就是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占着江家媳妇的位置这么多年，也该让位了。韩雨桐这些年霸着江家产业，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也该从江氏集团下台了。听着这些议论，我心里也冷笑不停。这些不怀好意的亲戚，这些年一直被我打压，清退出公司管理层，只能靠年底分红赚钱，对我满是怨气。他们现在就想看我和江归家闹翻，好重回公司分一杯羹。思思看着那些毫不掩饰贪婪的亲戚，抓着我的手更紧了。我开口，思思是我生的，她只能是我的孩子。声音不大，却铿锵有力。白雅思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，哽咽着说：姐姐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我才不是自欺欺人呢，思思绝对是我的孩子。江归家和白雅思还真以为能骗得了我。想当年，江归家有弱精症，我们决定做试管。在胚胎合成前，我意外瞧见江归家跟个护士鬼鬼祟祟地摆弄我的卵子储存柜，还听到他一脸喜色地给白雅思打电话，说已经把他的卵子换好了。当时我没闹，一声不吭地转身就给医生100万，让他用我之前取的多余卵子换回去。我还好心地让医生把江归家的精子换成了我前男友的。胚胎合成那天，我和江归家一起见证了奇迹诞生。
他高兴的不正常，估计以为那是他和白雅思的孩子呢。我看着他那傻样，心里都快笑翻了。这些年，我看着他像个跳梁小丑似的对思思好，心里那叫一个爽。他想坑我，却没想到自己当了20多年的喜当爹。江归家打断我的回忆，还嘲讽我：死鸭子嘴硬，思思虽然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但卵子不是你的，她的亲妈是白雅思。我语气平静，却带着挑衅：你在做白日梦吧？你要是不信，咱就去做亲子鉴定。江归家语气坚定：我还要跟你离婚。你当初当我舔狗，逼我结婚，跟你在一起25年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他提出离婚的时候，脸上露出一抹喜色，看来是想了很久了。哼，他还敢说对我仁至义尽？嫁给他25年，我就守寡25年。我独自养孩子的时候，他在跟白雅思风花雪月；我在商场打拼，撑起江家门楣的时候，他在娱乐场所纸醉金迷。不过有一点他说错了，我可不是因为爱他才当他的舔狗，嫁给他不过是为了得到江家少奶奶的身份，掌控江氏集团罢了。而现在江氏集团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下，那么江归家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离婚可以，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但亲子鉴定就没必要了。我确定思思是我的孩子。思思望着我，眼神坚定。妈妈，我信你。江归家和白雅思顿时急了。思思，你难道不相信爸爸吗？思思没理他，只是紧紧挨着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大学生模样的男孩闯了进来，他直接走到思思面前，一脸兴奋地叫道：姐姐！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多冒出一个妈也就算了，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弟弟？我瞅着那面容跟白雅思挺像的男孩，心里隐隐有了猜测，这八成是江归家和白雅思的私生子。瞒得可真够严实的，20多年都没让我发现。看来这出戏比我想象的还精彩呢。婆婆坐在上首，看着那男孩，一脸威严。归家，这咋回事？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又凝固了。那男孩眼眶红红的，好像要哭出来似的。姐姐，我叫江格，我一直都知道你的存在。他说话有点结巴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点颤抖。他偷偷瞄了我一眼，又赶紧低下头，好像怕我责怪他。我妈，她老跟我说起你，说你特别优秀，可漂亮了。白雅思适时的抽泣起来，拿手帕捂着嘴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思思，我的宝贝女儿，妈妈这些年可真想你啊。她抬起头，泪眼汪汪的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格儿她也一直很想你，我们经常偷偷去看你。江格赶紧点头，急切地补充道：真的，姐姐，我在你的学校上学，就是为了能离你近一点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照片，小心翼翼地递给思思。这些是你的相片，我偷偷拍的。思思接过那沓照片，大致翻了翻。照片上的他，有穿着毕业礼服笑得灿烂的，有练完舞蹈后面容疲惫的，有跟同学辩论神采飞扬的。思思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这些年竟然有个变态似的家伙藏在他身边，窥视他，偷拍他。江归家也没闲着，走到婆婆面前，指着江格，语气沉重：妈，这是江家的孙子啊，今天各位宗亲也在这儿见证，您就认了他吧。江归家还是有点小聪明的，他知道公公去世后，江家真正说得上话的是婆婆。他把各位宗亲请来，不过是想逼着婆婆认下这个孩子。他肯定觉得，如果婆婆同意让江格认祖归宗，那我也没话说。毕竟这25年里，他也看出我对婆婆挺孝顺，挺听从的。江格很机灵，马上转向婆婆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奶奶。婆婆看着江格，又看看我，眼神复杂，没马上回应江格。我知道婆婆是心疼我的，我不想让婆婆为难，于是开口打破这冷场。江归家，让这个私生子认祖归宗，继承江家财是你的真正目的吧？何必拉上思思呢？我转头看向思思，跟她交换了个眼神。就算思思不是我亲生的，那她也是我韩雨桐名下唯一的孩子。我名下所有的财产、房产、股票、基金，还有江氏集团20%的股份，我全会留给她。思思，要是这样，你愿意跟我呢，还是跟你爸爸和这位不知道真假的妈妈？我的小丫头那脑袋瓜转得飞快，眼珠子一转，立马就懂了我的意思。她立刻扑到我怀里，小脸蛋蹭着我的胳膊，脆生生地喊：爸爸现在有弟弟了，财产又不留给我，我当然跟妈妈。好孩子，不愧是我精心教导出来的，直接把目的用反话给说了出来。白雅思听到我愿意把所有财产都给思思，眼睛刷的一下就亮了，比1000瓦的灯泡还亮。他知道我名下财产可多了，单单金银珠宝、不动产就是一大笔钱，更别说那20%的江氏股份了，那简直就是金山银山。贪婪，赤裸裸的贪婪，在他脸上毫不掩饰。他凑到江归家耳边，一阵嘀咕：当年老爷子去世，为了互相制衡，把手上60%的江氏集团股份一分为4%，20%给韩雨桐，20%给老太太，10%给思思，你才得10%。
要是韩雨桐把他的股份转给思思，以后咱们再把思思的股份哄到手，你手上就有40%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让韩雨桐吐出他手上的股份和财产，让他净身出户，再把思思拉到咱们这边来。江归家一琢磨，白雅思说的对呀，于是站出来，对思思摆出一副慈父的模样。思思，你弟弟是男孩，能自力更生，不会跟你争财产，我也愿意把所有财产都给你。他顿了顿，又加了个条件，前提是你要跟雅思去做亲子鉴定，要是鉴定结果显示你们是亲母女，你就得认回白雅思当妈，好好对她。思思偷偷瞄了我一眼，我微微点了点头，好。思思一口答应，但她也鬼精鬼精的提条件。不过去做亲子鉴定之前，爸妈都要先跟我去一趟公证处，把财产全部无偿赠与转到我名下。我心里暗自叫好，这孩子真是机灵，拿到手的东西才是实在的，别信那些口头承诺。这下子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宗亲们可激动坏了。白雅思能想到的，他们自然也能想到，一个个摩拳擦掌的，好像看到无数金银财宝在向他们招手呢。江归家根本就不懂经营，要是江氏集团挂在他名下，那还不是任由他们拿捏？好好好，就该这么办。一个宗亲带头叫好，我这就联系公证处的人。另一个宗亲掏出手机就打电话，一群人忙得热火朝天，仿佛在办啥喜事似的。婆婆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担忧地劝我，好孩子，赠与财产的事儿要不再考虑考虑。我笑着摇摇头，安慰她，妈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婆婆向来知道我的厉害，看我不慌不忙的，也就不再劝我了。在他们的帮忙下，我和江归家名下的财产，除了每人5万的生活费，其他的全都转到了思思名下。公证处的办公室里，江归家和白雅思慈爱地看着思思，仿佛看到了将来思思领导江氏集团呼风唤雨的日子，笑得那叫一个开心。我看着他们在那白日做梦，再瞧瞧瞬间变成亿万富翁的女儿，我也笑了。但是光让江归家大出血可不够，我还得扒了白雅思的皮。白雅思，你不是说爱思思吗？不表示表示。我漫不经心地开口，目光扫过白雅思那张精心打扮的猥素颜脸。我这20几年替你养思思，可花了几百万呢，我也不要你的赔偿，你把钱给思思就行了，毕竟我最爱她。思思在一旁趁机打劫，白阿姨，你跟我爸20多年了，几百万总该有吧？刚好我们还在公证处呢，您要不要向我表一下忠心？不然我很怀疑你认回我只是为了我背后的江家哦。他脸色一僵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给了钱，他心疼的要死；不给钱，思思又怀疑他认亲的目的。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，白雅思咬咬牙，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递到思思手上。思思啊，妈妈当然是爱你的，这里是500万，是妈妈存了10几年的钱。思思毫不客气地抓紧银行卡，喊来公证人员，立刻进行公证。白雅思在旁边微笑着，只是那笑容有点扭曲，就像被割了一大块肉似的。鉴定机构是江归家选的，他怕我搞小动作，特意选了最权威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所。我冷哼一声，这家伙真是自作聪明。鉴定所的工作人员采集完我白雅思、思思的血液样本后，我让他们把江归家的血液也采集了一起做鉴定。江归家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韩雨桐，你疯了吗？思思肯定是我的孩子。我勾唇一笑，笑得不怀好意。中国人嘛，主打一个来都来了，顺便做了呗。思思虽然不明白我为啥这么做，但他知道我肯定有目的，于是就耍脾气让江归家也做亲子鉴定。江归家现在把思思当祖宗供着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从鉴定所出来的时候，白雅思的儿子江格抱着一束鲜花慢悠悠地来了。姐姐，他亲热地叫着思思，把鲜花递给他，还想拥抱他。思思的表情就像吞了苍蝇一样恶心，一把推开他，别碰我。这小子比思思还高半个头，看着人模人样的。思思，这是你弟弟啊！白雅思赶紧劝道，一家人要相亲相爱啊。思思翻了个白眼，鉴定结果没出来呢，先别乱认亲戚哈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一家相亲相爱了。我淡淡的说，江归家，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，因为大家名下都没财产了，也没有子女抚养权需要协商，我和江归家连离婚协议都不用签，直接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。白雅思眼睛瞪得老大，高兴的不行，显然没想到我们离婚这么快，他还以为我会死皮赖脸不离婚呢。可思思紧紧地跟我站在一边，他看着我和思思亲密的样子，又眼红了。思思去停车场取车后，白雅思终于逮到机会，对着落单的我阴阳怪气起来。韩雨桐，江归家从来就没爱过你，你知道思思的名字为啥叫思思吗？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个思字。江归家搂着白雅思，一脸得意。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思思自然会回到我们身边。江格也一改在思思面前的小白兔形象，嚣张跋扈。现在所有的钱都是姐姐的，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你就等着上街流浪吧。
我懒得搭理他们这愚蠢的挑衅。江归家没得到我的回应，觉得大局已定，露出真面目。你把控江氏集团那么多年，现在该由我来当家做主了。你果然是在利用思思打江氏集团的主意。我冷笑，是又怎么样？江归家一脸无所谓，现在财产全部转给思思了，只要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到时候我才是江氏集团的主人。那我就等着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好命，真正主导江氏集团。我眼神冰冷，他们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从一开始他们就没胜算。我在公司交接工作的时候，江格居然出现在公司，还把总经理给赶了出去。他大摇大摆地坐在真皮椅子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说他董事长是他姐姐，他才是总经理。众人一听不敢拦他，不过我可敢教训他，把他给我扔出去。几个保安立刻上前要架起江格，你们敢碰我？江格猛地站起来，指着保安们的鼻子骂道，我姐是董事长，我是他亲弟弟，你们这些狗腿子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他还对我破口大骂，你这个贱人已经被赶出江家了，没权利指挥江氏集团的员工。一边叫嚣一边推搡保安，还想上前打我，真是无法无天。就在这时，思思赶到了。怎么回事？他冷着脸问道。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江格立刻换上一副委屈的表情，这老女人要让保安把我赶出去，这是公司，轮不到你撒野。思思冷冷地看着他，还有，我不是你姐。思思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弟弟说话呢？白雅思也赶来了，你们是亲姐弟，以后弟弟还要帮你分担公司事务呢，不然你一个女人没娘家人撑腰，会受欺负。思思却冷笑一声，把他们两个都赶出去。白雅思见软的不行，就开始撒泼，不让保安碰他。我可是你们江氏集团继承人江归家的太太，江思思的亲妈，这个集团也是我的。我冷笑，把他们扔出去，别脏了公司。保安这下明白了，现在公司到底是谁的，架起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两人，直接把他们拖了出去。白雅思还在叫嚣，韩雨桐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天鉴定结果出来，我要让你跪地求我赏你口饭吃。我却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开口，放心，我一直等着鉴定结果呢。终于到了白雅思心心念念的日子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，精心打扮一番，化了个淡妆，毕竟我得漂漂亮亮的去看白雅思被打脸。除了婆婆，江归家依旧把宗亲众人都请来了司法鉴定所见证，估计是想让更多人看我笑话。哼，天真，想让人人都笑我，可偏偏他才是最好笑的那个。看结果前，我似笑非笑地问江归家，这可是你自己挑的司法鉴定所哦，你对鉴定结果不会有异议吧？江归家挺直腰板，信誓旦旦地说，当然不会，我江归家向来说话算话。我差点笑出声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鉴定员还没回来呢，白雅思就开始表演了。他亲昵地挽着江归家的胳膊，头靠在他肩膀上，娇滴滴地说，归家，等结果出来，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团聚了。他说着还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我直接无视他，转头看向思思。果然，思思也是一脸冷漠，对白雅思的表演视而不见。白雅思碰了个软钉子，有点尴尬，但他很快又调整好表情，转头对思思说，以后我就是你妈妈了，有啥想要的尽管跟妈说。他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递给思思，这是妈给你买的项链，算是认亲礼物，喜欢吗？思思看都没看一眼，冷冷地说，不需要。白雅思脸上的笑容僵住，江归家赶紧打圆场，思思，你妈妈也是一番好意，我不需要她的好意。思思打断他，我只有一个妈妈，那就是韩雨桐。我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我的女儿永远都站在我这边。就在这时，鉴定员拿着3份鉴定结果回来了。白雅思和江归家、江格三人立刻精神抖擞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鉴定员手里的文件，那眼神就像饿狼看到了猎物。他们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仿佛下一秒我就会身败名裂，而他们就能享受荣华富贵。我都快憋不住笑了。鉴定员打开文件袋，白雅思的呼吸都急促起来，涂着鲜红扣单的指甲紧紧扣着江归家的手臂。江归家也激动的手抖，脸涨得通红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爆炸。他嘴里念念有词，思思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在一起了。我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，就好像我已经是个被打败的落水狗。白雅思更是夸张，身体都在微微颤抖。思思，妈妈终于证明自己了。江格那个蠢货更是迫不及待地走到思思面前，姐姐，等会儿回了江氏集团，你要马上安排我当总经理，我是你亲弟弟，只有我才会真心实意帮你。他一脸的理所应当，仿佛思思一定会帮他，总经理之位已经是他的了。我看着他们3个丑态百出，心里冷笑，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谁才是小丑。鉴定员清了清嗓子，准备宣读鉴定结果。根据 DNA 比对结果显示，白雅思女士与江思思女士，她故意停顿一下，白雅思和江归家紧张的不得了，
伸长脖子，恨不能把耳朵贴到鉴定员嘴上。周围的江家族人也都屏住呼吸，神色各异，就等着看我的笑话呢。不存在亲子关系，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。江归家瞪大眼睛，歇斯底里的大吼，跟疯了似的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弄错了。白雅思也尖叫起来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没有亲子关系？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精心化的妆也遮不住脸上的惊恐。你是不是老花眼看错了？让我来看看。江格一把夺过报告，看清结果后，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，喃喃自语：怎么会这样？我让鉴定人员念我和思思的那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根据 DNA 比对结果显示，我和思思是亲生母女。周围一片哗然，江归家像被雷劈了一样。不可能，他震惊地喃喃自语。我看着思思、婆婆还有大家一副想不明白的样子，好心解释道：当年你做手脚的时候我看见了，于是我把我的卵子换了回来。我看着他越来越难看的脸色，接着说：对了，我还顺手把你的精子换成了我前男友的。全场被这个消息震惊得鸦雀无声，婆婆猛地抬起头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震惊。我看着江归家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思思不是你的孩子，恭喜你，喜当爹20几年。江归家一听，从鉴定人员手中夺过他和思思的亲子鉴定报告，看到结果后，眼睛瞬间变得血红，猛地冲过来想打我。贱人！他怒吼着。我身后的保镖眼疾手快，一把拦住他，把他狠狠推倒在地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神冰冷。白雅思听到这个消息，却像抓住救命稻草，扑到江归家身边，尖着嗓子说：归家，思思不是你的，那就不是江家的，继承人只能是江格。他涂得鲜红的指甲几乎要嵌进江归家的肉里。江归家想明白了，猛地抬头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。他跌跌撞撞地爬起来，走到已经震惊的呆愣的婆婆面前：妈，各位宗亲，你们都听到看到了，思思不是我的孩子。他指着我，唾沫星子乱飞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她是韩雨桐和她前男友的野种，我们不能让江家的财产落到外人手里。白雅思母子也跟着叫嚣起来：对，把思思那个小贱人赶出去，江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我江格。一向沉稳的婆婆从震惊中缓了过来，根本不理会江归家，神色复杂的让人看不懂。她难得失态，颤抖着声音问我：雨桐，是真的吗？瞧她这模样，我的眼底突然涌起一丝泪光。是真的。江归家对婆婆的反应很不满，摇晃着她的手：妈，你快宣布继承人是江格呀。婆婆已经整理好情绪，扶开她的手，淡淡的问：你知道雨桐的前男友是谁吗？江归家急得抓耳挠腮：是谁关我啥事？反正思思不是我们江家的种，雨桐的前男友是你大哥江雨义，所以思思还是江家的孩子，并且是唯一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婆婆的话像颗炸弹，扔进了人群里。当年江家的传统，相信大家也知道，只允许长房婚生子女继承大业，只有这一派绝了，才轮到私生子。婆婆眼神凌厉地盯着江归家，警告道：当年雨义出事后，老爷子迫不得已把你接回家，归家，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。被婆婆提点注意自己身份的江归家脸色变得惨白。江归家之所以叫归家，谐音是归家，这是他那上不得台面的妈妈取的名字。当年公公年轻时被女秘书设计生下了他，可江家注重血脉纯净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生的孩子都配进江家大门的。他承认的孩子只有和书香世家出身的婆婆共同孕育的江雨义，除了按时给抚养费，公公完全不看他一眼，所以他妈才会给他取这个带有暗示性的名字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公公精心培养的继承人江雨义查看公司工程时，在工地出了意外，成了植物人。不得已，公公把注意力放到了江归家身上。他向江归家提了条件，想回江家可以，但必须娶我，因为我爸是公公的救命恩人。江归家跟我没感情，心里又有白月光，本来不想跟我结婚，但他也很清楚回江家的好处，于是看在我似乎爱慕他的份上，和我结了婚。白雅思本来瞧不上一穷二白的他，可他一下子成了江家少爷，他就转而同意做他的情人。江归家对白思雅倒也算专情，我们去做试管的原因，除了他有弱精症，还因为他要为白雅思守节，根本不碰我。两人本想等公公死后吞下江家，没想到公公留了一手，把他手中的股份分成4份，让我们相互制衡，还指定我作为江氏集团董事长进行管理，不允许江归家进入公司任职，所以江归家只能凭借股份年底拿分红，这些年没得掌权，十分不甘心。我不相信思思是大哥的孩子，凭什么韩雨桐说是就是？江归家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我嘲笑地看他一眼，从包里拿出另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这是思思和江雨义的亲子鉴定报告。我把报告打开，展示给众人看，你们不信也行，雨义就躺在疗养院，思思也在这儿，大家可以再申请国家级鉴定机构现场采样进行鉴定。思思
是江家的血脉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心服口服。白雅斯母子也傻眼了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思思居然是江雨逸的孩子。老太太看起来依旧镇定沉稳，但眼里有一闪而过的泪光。宗亲们开始议论纷纷，原来思思是雨逸的孩子，这么说思思才是真正的江家继承人。江归家这个私生子看来是没办法霸占江家财产了。他们看向江归家的眼神充满鄙夷，江归家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，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。他们让思思把亲认回来，还把财产都给了他。白雅斯母子也像双打的茄子，蔫了。宗亲们看明白了，江归家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跟着江归家捞不到任何好处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，一哄而散。江归家盯着我，不知道想了啥，忍辱负重一般起身，谄媚地走到我身旁。雨桐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只是气我在外边沾花惹草，是不是？我保证跟白雅斯断了，你让我回江家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充满怜悯，缓缓开口。江归家，你错了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说什么？他颤抖着嘴唇。那你以前为什么总是痴痴望着我，还要坚持嫁给我？我冷淡地解释，望你是因为你长得跟雨逸像，我看着你的模样聊以慰藉罢了。嫁给你是为了替雨逸守住家业，你替补雨逸作为江家少爷，我要嫁给你成为江家儿媳的身份，才拿到入主江氏集团的入场券，防止虎视眈眈的旁支夺权。你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雨逸是我前男友？为什么公公宁愿将江氏集团交给我打理，也不愿给你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儿子？为什么婆婆这些年代我亲如母女？你小时候不在江家，所以不知道，虽然我在乡下长大，但是公公为了感谢我爸的救命之恩，每年寒暑假都接我来江家别墅住。我与雨逸青梅竹马，早已恋爱，婆婆把我当女儿养，而公公更是把我当成雨逸的贤内助在培养，我与雨逸接受一样的基因教育。我哈哈大笑，像在看一个傻子。可笑啊，你居然以为我只是个乡下妹，凭借父辈救命之恩攀上江家，还愚蠢的以为我爱你。江归家像被雷劈了似的，呆呆地杵在那儿。他一直以为我爱他，爱得不行呢。可现在他才晓得，他不过是个可悲的替身，他所拥有的一切全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。如今谎言被戳破了，他啥也没了。江归家彻底崩溃。我们都在演戏，演了25年，现在戏演完了，该落幕了。我让保姆收拾江归家的东西，把他轰出了江家别墅。妈，我之前跟一家国外的医疗机构合作一个项目，是关于刺激植物人神经，促进苏醒的。老太太猛地抬起头，眼里燃起一丝希望。你是说？我点头。雨逸已经接受了几个疗程的治疗，他的脑电波可活跃了，医生说他很快就会醒过来。老太太特高兴，眼泪夺眶而出。雨逸，我的雨逸。而被赶出江家的江归家就像条丧家之犬，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。25年的虚假繁荣一下子破灭了。他回到以前给白雅斯买的公寓，白雅斯却不咋欢迎他。都怪你，现在我们啥都没了。江归家猛地回头，双眼通红。怪我？要不是你当初换卵子，会有今天吗？白雅斯愣住了，他没想到江归家会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。你当初不也同意了吗？江归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力气大得吓人。闭嘴！现在说这些有啥用？我们没钱了，你知道不？只有5万块咋生活？白雅斯挣扎着甩开他的手。那咋办？我们总不能出去打工吧？江归家颓然地松开手。是啊，咋办？他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习惯了众星捧月的感觉，现在他啥都没了。白雅斯突然想到了啥？500万，思思那儿还有我给他的500万。江归家眼睛一亮，走，去找思思。两人跌跌撞撞地来到思思的公寓，按了半天门铃，思思才慢悠悠地打开门。看到这两人，他脸上没啥惊讶的。你们来干啥？白雅斯一把推开思思，冲进房间。你把钱还给我。思思冷笑一声，凭啥？白雅斯指着思思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那是我的钱。思思走到沙发上坐下，翘起二郎腿。白女士，那500万我已经通过公证，是无偿赠与给我的，所以我不需要还给你。白雅斯只觉得眼前一黑。他指着思思，拟了半天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胸口一阵剧痛，他眼前一黑，被气得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江归家吓傻了，雅斯，他扑过去抱住白雅斯，声嘶力竭地喊着。思思看着这一幕，还算好心地拨打了120，然后就像啥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看起了手里的书。没要到钱的江归家和白雅斯相互埋怨。5万块用完后，江归家没钱了，白雅斯才不可能拿出他仅剩的10几万私房钱来养江归家呢。他催着江归家出去找工作，
不然就把他也赶出去。后来我好心的打电话给一个猎头，让他给江归家安排工作。一段时间后，我邀请思思跟我一起去吃饭。去餐厅的路上，我哼着歌，思思问我为啥这么开心，我说因为待会儿有一场好戏可以看。坐在开放式厨房餐厅的2楼包厢里，思思透过透明玻璃看到以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归家，居然穿着厨师的工作服在1楼餐厅现场做菜。他挑眉看向我，就这？当然不止，继续看。我笑着让他耐心等着。片刻后，我们看到白雅思跟一个面容姣好、身材不错的男人进了餐厅，两人说说笑笑，十分亲密。江归家自然也看到了，他的表情瞬间凝固。雅思，你在这里干啥？白雅思根本没看他，继续跟那个男人调笑。江归家的声音提高了几分，雅思，我问你话呢。白雅思这才不耐烦地抬起头，斜睨了他一眼，干啥？当然是吃饭啊，你瞎呀？江归家指着那个男人，你跟他。白雅思突然笑了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我跟 Kevin 怎么了？碍着你了吗？江归家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怎么不行吗？江归家踉跄着后退了几步。男朋友？你竟然，我竟然什么？白雅思挑衅地看着他。我告诉你，江归家，我20多年前就跟 Kevin 在一起了。以前你给我的钱，我都是拿来养他的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还有江格也是我和 Kevin 的儿子。江归家脸上的血色褪去，像是被人抽干了灵魂。他死死地盯着白雅思，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绝望。一旁的 Kevin 轻蔑地笑出声，大哥，头上顶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呢。江归家感觉自己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他深爱的女人背叛了他，他的儿子也不是他的。20多年的付出换来的只是一场笑话。然后他回了自己刚才工作的位置，拿了一把刀后又冲了回去，猛地扑向白雅思，像疯了一样捅他，歇斯底里地怒吼着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毁了我，你毁了我的一切。白雅思发出尖叫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服。思思惊恐地看着在他面前发生的血案，而我却怡然自得地喝茶。警察很快赶到，把江归家带走了。思思呆呆地问我，妈，你让我看的戏是这个？我放下茶杯，语重心长地教导他，思思，妈妈今天教你，对仇人不要手软。江归家他们妄图夺财产，把他赶出家门就是了，为什么要这么狠？思思不解，因为当年你爸在工地受伤，不是意外，他是被江归家设计引到工地的，而工地失控的货车是被白雅思割断的。我尽量保持平静，但声音里还是充满恨意。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看到羽翼满身是血时的心情。这25年，我恨不得每一天都杀了江归家和白雅思，但是我忍住了，因为我要他们自相残杀。江归家的厨师工作是我让人安排的，这样他才方便拿利器。白雅思是我引过来的，他那相好是个男公关，我让妈妈桑推给他我买的2张这个餐厅的固定时间消费券，位置正好对着江归家的正前方，他想不看到他们都难。白雅思被送往医院，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后来我听思思说，江格因为没有白雅思的钱，生活难以为继，竟然也跟着他亲生父亲去做了男公关。他和姐妹去玩的时候，小姐妹还点到了他，真是讽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，但一通医院的电话让平静的生活泛起了涟漪。医生说江雨一醒了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25年了，她终于醒了。我带着思思和婆婆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。病房里，江雨意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却很清明。看到我，她微微一笑，雨桐，你怎么老了？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夺眶而出。你睡了好久。我哽咽着，我们都等你很久了。我指了指门外等着依次进来的婆婆和思思。江雨意的目光落在思思身上，问这是谁？我跟她坦白是我们试管生的女儿。她呆愣片刻，倒也接受良好，看向思思的眼神多了一抹慈爱。她问女儿叫什么名字？我回答她叫思思，思念江雨意的思。江雨意微笑，轻声说思思真漂亮。